你好，过来了吧？啊，我过来了。想弄点啥嘞？我想让你给我看个东西好，拿出来瞅瞅。啊，我想卖了，可以你给我好好的看看。啊。咦，哗啦哗啦的呀，大洋，直接你说了大洋，全是大洋。看，哟，这还是深坑绿锈啊。那是的，俺这从深坑里边挖出来的，搁恁家挖出来了下水道挖下水道嘞，啊？然后一坛子，一坛子。你咋都拿出来这5个啊？我今个先拿出来这5块儿，先谈谈路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先看看，确实老包浆，它值钱不值钱？确实老包浆，品相不错。我看着像大洋，那是就是跟那大头。电视剧里边那大洋，对，就是它。我这看着脏吧唧的。那确实时间长了，你看这是深坑绿锈，看这包浆直接都盖住了，有的都是入根了。品相还可以，是真的不是？那这听这声音不像假的，是真的不是的，我慢慢帮你看看。好，给我好好看看吧。暂时就拿来5块儿吧。啊，暂时拿来5块儿。主要是可你得我谈谈路，哎，看看这个东西它这个价值高不高？看它卖多少？对。你也没数有多少块吗？一坛子。一坛子。对。全部都是这样的吗？都这样，都是脏不拉几的、绿不拉几的。哦，这是银元，受潮，然后长了绿锈，因为这银元里边含了有铜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它变成这样的了。我都说呀，你看这银元，它因为它不都要么都是黑，是吧？要么都是那，这咋那脏呢？还绿锈，那绿锈是不是都铁呀？那不是，绿锈是铜。绿釉是铜，银子本身氧化，氧化了时间长了都变成这样的了。不过你这几块银元看着，说实话品相挺好的，但是这个绿锈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轻浮。我等一会儿我擦这便池，可不可以？你擦便池干啥？擦便池我看看，擦干净一点。我看着这壁面没啥问题，就是这银元品相也挺不错，就是锈。有些锈，你看这稍微绿的显轻浮，但是这有的老锈，都像这锈，这不是几年之内弄成的。不是老板，咱也说明啊，你给我擦擦，看清楚可以。我想问你收不收？你跟我说这一块多少钱，我再管你摆这，对不对？你别弄摆这半天了啊！你给我来个不值钱，给的价钱低，那我不卖，你不是瞎折腾吗？你叫我东西也给我毁了。那不会，正八经的，这都是自然的，人这上了啥的啊？对，是不是？这一块的话，我能给你开到1300左右。一块吗？对，一块1300吗？对，这5块下来的6500。6500吗？对呀，这不少了，你不是一坛子了吗？那是的呀，你再给高点儿。那给不了了。这5块你给总共一块1300，5块是6000多是吧？对。你得给我7000，我让那一坛子都给你。弄不了。我家里边还有一坛子的，老板。弄不了。这个东西它是一币一价，你得看看里边有没有其他的，我再看看有真没值钱的。你看这都是3年、10年最常见的币，你看这都是3年和10年的，没有9年、8年。你要有8年1枚，你回去看看这上面有没有8年。我都看不懂。你看这个是3年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这也是3年，对吧？你回去看有没有这10年，有没有8年、9年了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你这几块帮你看了，都是你看这10年，3块3年了，2块10年了，好吧？你回去看看吧，好吧？不是想看看要不然你先都拿走了。好。这5块我想卖了。可以。哎，卖了，然后我回去再看我那一坛子都是可能问你几年的是吧？对，可以，你回去看看。我奶奶捡破烂给我这一堆这，我看白花花的，感觉重量像白金，你给我看多少钱哈？哎呀，奶奶捡破烂捡了，这只能说那奶奶运气真好啊！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，这些绝对不是什么白金，白金分8金、铂金，它的颜色你看这么亮，我看这数量还不少了，一下子10几根，这难道是奶奶捡破烂捡回来了吗？不是白金，那不要了。奶奶还神神秘秘的跟我说，这绝对是个好东西。前几天才捡回来的。说实话，我都不想去拿。
不想闻他身上那臭臭的味儿了。不是白金也太令人失望了。哎呀，它不是白金，很有可能是其他材质的呀，再不济多少能卖点钱啊，无非也就是多少钱的问题。但是听你说这话，咋听着那别扭了？那奶奶有这些好的东西，第一时间她都想到了你，听你这态度好像不情愿的样子。即使不是白金的话，也不至于嫌弃她呀。你说谁有条件，谁会去捡破烂来？哎，我不是嫌弃他，你肯定不知道。我一直给广东打工差不多也10来年没回来了。我在外面上班，一天好几十块钱嘞。要不是俺奶奶说她捡了宝贝，富有着我才不回来的。好歹这路费来回可1000多块啊。哎呀，你这打工打嘞，听你说这话，好像是为了挣钱，连家都不要了，竟然在外面打工10年不回来一次，花点钱回家看看有啥嘞？不能说为了分钱才回来，即使为了分钱也无所谓啊。你这连青红皂白都没问清楚，现在又心疼你那1000把块钱的路费，你知道那奶奶这些东西给你的这是啥不知道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反正不是白金，我知道白金值钱，一颗咋得好几百个，这可重了好几斤嘛，应该能卖个几十万，可惜不是白金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，它即使不是白金，价值的话也不会便宜了，因为你这10几根又这么重。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它就是银子的话，这么着也能卖个1万8块钱吗？1万。对呀。那你帮我看仔细了啊，只要不是铝的就行。说实话，铝的便宜，一斤才10-20块钱。本来我想着花大块嘞，卖1万，白白得1万也行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绝对不是铝，因为铝啊比较轻，我这托手里边这重量还可以，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，响金铺大银，听声音就是银子，看器型的话。应该是别人这是私自熔的，你看长短大小不一，而且时间也不长，因为银子容易氧化，这外面没有一丁点的包浆，含银量还可以，能达到3个9的含银量吧。颜色在这放着呢，如果含银量低的话，颜色不会发白，东西质量也没啥问题，大概价值也就是1万多块钱吧。听我估价，你这开心了吧？这一次没让你白跑一趟吧？这还差不多，回来一趟。因为回来的比较急，说实话不知道值多少钱，我现在还没给俺奶买东西呢，马上我回去给他买20块钱的鸡蛋糕去。买多少啊？20块钱的鸡蛋糕？你这对恁奶可亲啊！这妥1万多块钱的东西给你了，你这咋着也得给他买个几百块钱的东西啊！你这做人也太小气了吧！你不知道，俺奶年纪大了，给他买鸡啊肉啊，他嚼不动。哎，我发现你管的真宽，买多少钱东西你也管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看不过去了而已。买多少钱的东西是你的一份心意，他不吃是不是？他吃不吃是恁奶的问题。你这一说20块钱，我这听着都有点气人。做人不带这样抠的，不然容易伤人心。你看那奶奶有好东西，第一时间都想到了你，你这可倒好，只买20多块钱的东西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这一来一回路费也不少嘞，加上回去上班嘞，这几天请假费用，这到时候这都换成钱，到时候才几千块钱，我又请了好几天假，仔细算算也没赚多大便宜。你这说这话都不够一句了，奶奶好心好意给你10几根银条，在你看来就是做生意讨价还价嘞。就是不给你一丁点东西，你10年不回家看看了，你咋着回来看看那奶，对不对？你把我气的，我这都想骂人。给你这东西赶紧拿走，说句话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你不想看见我，我也不想看见你了。你生意不做，有生意你不做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我这刚认识男朋友，他送我一个大金锭，没想到我的发财梦也实现了。你不要太激动，这个金锭如果是真的，确实不得了。看字口落款，这可是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啊！对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一般的黄金。我男朋友说千万不要卖，这是古董。雍正年间留下来的金砖金锭，在我们行内没见过。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，应该是10两的重量，中间窄，两头略宽，符合清朝的定型。10分金的意思就是含金量达到了主次。既然恁男友不让你卖，你这拿出来做甚？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卖，但是像我们女人多少有点虚荣心。那是，我想知道大概的价钱之后，好在我闺蜜面前炫耀。炫耀我看倒不必了，即使虚荣心再强，人家经常说财不外露，财不外露还是多少有一些道理嘞。我闺蜜她还不是外人，我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一个人，到时候不让她告诉别人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这话说来轻巧啊！你不让他告诉别人，他就不告诉别人了吗？在别人面前炫富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产生嫉妒的事情。
闺蜜有时候也是人心隔肚皮啊。如果真有什么好事也就算了，像你这个金锭啊，万一被别人当笑话传的话，那坏事传千里，立马你这朋友圈就炸锅了。你说这话说的可消极了。这么大一个金锭子，在我这放着呢，我还怕别人笑话吗？第一套房子都值钱吧？哎呀，如果你真的过得好啊，别人可能对你也就是羡慕；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大话，恐怕会引起别人的同情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？他们应该羡慕我们才对啊。羡慕也好，同情也罢，恋爱中的女人啊，有时候智商大多数存在不够用。你这刚认识的男友，他为什么要送你一个金锭呢？还是古董金锭？难道你就没有质疑过吗？我质疑什么呀？送给我金锭，这叫爱，说明我魅力够大啊！你说话他神经兮兮的。不是我神经兮兮的，鉴于你们才认识，我给你讲一下这块金锭的真假。我洗耳恭听，你说吧。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材质啊，不是黄金，托在手里边你看轻飘飘的，重量明显不够。这个食量啊，咱们来用电子秤称一下，清朝的食量是37.3克。我们经常玩银元，银元是26.8克。清朝那时候啊，元两之争的就是这几克的重量，食量应该是373克左右。你看一下，你这只有区的170多克，所以重量不够。单从这个重量上就给你否定，它就不是黄金。不可能不是黄金。如果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怎么这么黄嘞？发黄它不一定就是黄金，有时候啊，你看外边这个是镀金，以现在的科技调制勾兑出类似于黄金的颜色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黄金啊极其不易氧化，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背面，这都呈现出很多地方都褪色了，所以材质啊不是黄金。那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是不是古董嘞？既然它不是黄金，自然也不是古董。我就给你说一个字吧，过去的字体啊和现在的字体有明显的不同。你仔细看雍正的雍字，祥字的第一笔它就写错了。这个雍正的字体啊，在清朝那时候就相当于是错别字，所以从它这个字体断定，这个就是赝品。老板，你没有忽悠我吧？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啊！我绝对没有忽悠你。别人经常说宁毁三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我看你们也是才认识没几天，他就送给你这么大的一块金锭，我必须得给你实话实说，让你心里边清楚啊，别稀里糊涂的因为这个赝品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对吧？好嘞，好，谢谢老板了，让你见笑了哈。不见笑。你别看我这个收破烂的，大字不是一个，但是我不差。你看我这4个秤砣，是不是老古董？哎呀，大爷，你这俩很明显是秤砣啊！你看上面写了有字儿，2000克。另外这俩，这可不是铁秤砣啊，这造型很明显跟这秤砣都不一样。因为我不识字儿，但是呢，我也不傻。你说谁家秤砣能光卖2000块钱？你说的对，我们常见的铁秤砣，像这么大个的肯定卖不了2000块钱。实话实说，你这俩造型啊，倒像过去的那种银亭，你看上面写的字体和现在明显不一样。这东西是哪来的呀？具体哪来的我都忘了，时间长了。因为我是一个收破烂，天天走街串巷。收别人家，收别人破烂，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那你收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竟然没印象了，这只能说明你运气太好了。那这俩银亭具体多少钱收的，恐怕你也没印象了。确实没印象了。收过来的时候，不贵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很普通，普通的碎铁烂铜收过来的。废铜烂铁能升到品相保存这么完好的银亭，只能说明你捡了一个大漏。这说了我都想去收破烂了。说实话，我回收古玩那么多年，一般像这么好品相的东西，99%点以上的都是个人家传下来的。你当废铜烂铁卖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其实嘞，我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你说的银亭。昨天我去收交货的时候，你看着没？被其他人一看，他相中了。他说这几个秤砣大爷，他张嘴都给我2000多。给你2000，那足以说明这东西远远不止2000。你想想，正常人谁会2000块钱买这些废铜烂铁？我也这样想的，冒着天的，他4个秤砣咋给我2000？这东西啊，虽然我不识字儿，但是呢，我绝对不说我里头不简单的有内容。你这是属于典型的职业敏感，
本身像你们走街串巷收破烂的，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赚的就是别人的差价。虽然说你这大事不是一个，你这不卖给他们是对的，不然啊，你这就亏大了。我肯定不卖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出了2000块钱，就这要么，要不是铁，要么是古董或者啥其他东西。你说的完全正确，确实不是铁。你这说实话，你用手托着，这重量比铁重，颜色跟这铁都不一样。你看铁时间长了，它会生铁锈，而你这俩很明显这不是铁锈。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，你看这个。人家经常说相信扑打印，听声音啊，可以听出来他们就是含银量在90%以上的。这2样东西是正儿八经过去的银锭。你通过它这个造型啊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它是属于你看中间窄，两头宽，重量规格是25两。你看上面标注了有，大概也就是3斤以内，1300克左右吧。如果要是3斤的话，那一个的话，那就是好几千了。对，幸亏我没有卖给你这。那你看现在的银价算确实是2000多一个，但是一般像这种品相的这个银锭啊，由于它这个年限比较久了，你距今说实话大几百年了，况且你这俩你看这保存的还都不错，字口还比较清晰，品相也没有太大的伤，还没有磕。按现在保守估计的话，差不多一个得大几千。最少有的我感觉得上万了，啥都别说了，你给我鉴定一下估价。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他给我2000块钱，就是里面有蹊跷。那蹊跷确实有，既然别人能给你出价2000块钱啊，最少可以证明一点，别人认出来了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秤砣。因为你们的职业不同，2000块钱，对吧？你要是让放别人身上，那个估计别人都毫不犹豫的都变现了。毕竟这东西啊，也是按废铜烂铁收过来的，2000块钱肯定是大赚一笔啊。别人卖我肯定是不卖的，你不卖，因为我不识字儿，但是我心里明白。我可不是傻子。真的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没事，你鉴定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心里明白了啊，没事。给拿回家好好的保存。以后这个急用钱的时候，到时候再变现吧，好吧？好，再见啊。没事。小伙子，哎，我是个爱赚便宜的人。你看看这个古董金锭，换这个手镯，看看划算不划算？这金锭换金手镯，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100%划算，但是我拖着它们的重量可不一样，这为啥要换呢？这个金锭比我的手镯也是重40多克。我爱赚个小便宜。就感觉有便宜赚。你的感觉是对的。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呀，那这样换的话，那这可不是一个小便宜了，这分明就是个大漏啊。因为这么大的金锭它是10两的，而且你看它字口这么轻，这一看就是民国那时候的。如果是真的话，你说谁会傻到会赔钱给你换呢？这不是外人这是我朋友，他2口子准备出国的，以后他说他不回来了，一个人只需要带50克黄金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才给我换。那他说的这个借口好像也没啥问题。出入境的话，确实只允许带50克黄金，多的话确实不让带出去。像你说的，他以后可能不回来了。如果这个金锭是假的，那你以后上哪去找他嘞？那一点都不假。我上金店里叫人家看了，金店里说的是150克，比我这个105克的手镯要多得多。大爷，人家金店可不是给你鉴定，是估重而已。并没有说这个金锭是真的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个金锭是真的，那朋友完全可以把金锭卖了换钱。况且如果金锭是真的话，你们俩黄金的这个价值都不在一个量级，人家是古董，你这是100多克黄金而已，这很明显价值不对等啊。那我知道他的贵俺朋友说了，这个大便宜都叫我赚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。这是古董越放越贵，那古董我留个纪念。古董确实是越放越贵，估计他巴不得你得放个几十年了。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，人家都已经出国了。大爷，你可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，关键还得看实物啊。你这个金手镯，幸亏是没给他换，不然就真的亏大了。你这怎么拿出来鉴定了嘞？这我也是趁他吃饭的时候我拿出来称重叫你看看要不然的话我也是
我明白了哈，大爷，你这幸亏是多找个人问问，不然啊，这便宜可被别人赚走了。首先，你可以通过这个颜色来做一下对比。哎，虽然说它这个金锭猛一看比你的还亮，但是托在手里边很明显，比重区别很大。你这个虽然说只有105克，但是托在手里边比金锭压手，说明它的比重啊就是黄金，而且金锭啊很明显这个重量和体积不成正比。你去金店称的时候150克，只能说明啊它就不是黄金。为什么不是黄金呢？它是不是黄金？它这真黄哎。但也并不是说发黄了它就是黄金啊，有些外边镀金也是黄的。因为民国时量的金锭重量有一定的标准，310克，很明显你这个重量错一半，然后呢价值不对等。如果金锭是真的话，20万朝上应该是有的，因为它这个字口比较好，不像你的黄金啊，它纯粹就是105克的重量而已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字口，你看这都是电脑体的设计，明眼人一看就是赝品。而且啊，你细看它这个底部，你看有些部分它都已经褪色了，可以通过对比你这个手镯看出来。你看你这手镯戴好长时间了，对吧？它一点也不会褪色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金锭它就是假的。那要是假的话，我还能管给他换不换嘞？白羊咋说？他这黄金比我的重啊！哎呀，大爷你醒醒吧，这金锭是假的，说明它的材质就不是黄金。既然不是黄金，又不是古董，你换回来，这不是倒赔几万块钱吗？你不要想着天天去赚便宜，这哪有那些便宜叫你赚的？那不值钱，自然不值钱了啊！我也不换了啊！我这2天我的左眼皮子都跳，我心里想着，可赚个大便宜的。大爷，你赚的越多，那你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。一般像这种黄金啊，它是属于贵重的东西，毕竟不在你的这个专业范围之内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最好不要想着去赚这方面的便宜。就像这个金锭一样，你拿真的去换假的，这不是给别人送钱换吗？是不是？赶紧给他拿回去，给他送回去吧。好，我给他送回去。哎，今天3·8女人节嘞啊，没想到呀，俺对象送我一份厚礼。哦，你看他家这个传家宝能值几十万。你别闹了，这是啥传家宝啊？我看着像一个银砖，这几十万的股价从何而来？因为是古董呀。哦，刚开始给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白呀。我花了100块钱。专门请那个焊那个防盗窗的师傅。帮我又烧红洗白了。你一点收藏常识都不懂啊！它即便是古董，这外边的包浆被你一烧也给烧残了。看造型和古董挂不上边儿，因为过去的银砖银锭没有长这样来，而且这上面也没有落款。那对象跟你的时候咋说嘞？他说要送给我一个惊喜。给钱买手镯都太俗了。他说真情恒久远。白金来相伴。就把这块金砖送给我了。那这个对象确实油嘴滑舌了，他这个语言艺术表达的淋漓尽致。人家都说宁毁3座庙，不毁一张婚。你这东西我没法给你鉴定，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了。我准备把这个传家宝卖了，给我弟弟付个新房的首付。看能值几十万吧。那卖男友的传家宝给弟弟付首付，你这想法很危险。别说你没结婚，你就是结婚了，拿着男友家的传家宝去帮娘家人，这很容易造成你们情侣之间感情不和。谢谢您的提醒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对，但是我找对象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帮我弟弟一把。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太好。你这是典型的伏地魔。你即使对吧？你知道和弟弟亲，帮弟弟带有度。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，尽量和男朋友商量着帮。何况你这还没结婚，你就要变卖男友家的传家宝，首付几十万也不是小钱啊！你可不能因为帮弟弟影响到你自己的感情了。结婚之前我就这么一个心愿。先不敢那么多了。你就直接帮我变现几十万吧。帮我弟弟先付这个首付，然后我再告诉他。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先斩后奏，很强势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很鲁莽。但是好在你这个并不是古董，更不是白金。白金分为8金、铂金。第一个颜色，这个白金不长那样，没有这么白。朱印在高温的情况下越烧越白，而铂金、8金它是越烧越黑的。你看那个焊防盗桩的那个火，它也烧不化白金。从颜色上看不是白金。另外从重量上来区分，咱先称一下重量。这只有520克。
520克，真是白金中的任何一种，密度啊，其实它和黄金不相上下。所以说，从这2个点否定，这就不是白金。不是白金。对。那就太失望了。人家都说白金贵，那这一次钱恐怕不好凑了。好歹是个股东，你帮我估价吧。是白金恐怕也值不了多少钱，因为现在的白金啊都很便宜。另外你说的是股东，可能会让你更失望，因为过去银锭啊它不长这样，这上面也没什么落款，也就无从考究了。这东西你看也烧白了，烧白反而看得更清楚。我看也就是一块银砖，含银量能看到99%以上，就这么点的重量1斤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怕你听到价值啊，跟你到对象闹别扭，这我也不敢给你鉴定估价。现在这个银价，你就按6块钱一克，1斤乘以6，大概这个价值也就几千块钱。不就是这么一点钱吗？对呀、你这说出去，恐怕得让人笑掉大牙。别说给我弟弟买房了，就是答应送他最新款的手机，也不够买的呀。对呀、你不要过分的宠爱恁弟弟啊，又是付首付，又是买新款手机，你这样许来许去啊，只会给你平添压力。再说了，今天也不是什么重大的节日，好歹说实话，这个银砖也值点钱，也算是恁对象的一番心意吧。咦，这点钱太丢人了。这我马上卖了，我还得去找他的麻烦啊！必须得让他给我弟弟买房。都给你搁这吧。这个东西我真要不了，好歹啊，这是恁对象的传家宝，你这唐突的给他卖了，再去给他干一架，太划不来了。既然不值钱，你倒不如不动声色了，给他拿回去，还还给他。你算了，我让你看笑话了啊，没事。我这回去呗，我还得找他的事儿。哎，冷静处理就行了，冷静处理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。这儿子终于订婚要成家了，我这个当妈的也得拿出来传家宝。大将军银元准备给他买车买房。大将军银元，你这个是武朝军阀币啊！这银元看着也不像家传了呀，你这是不是拿错银元了？没有啊，这块银元是俺老公家传下来的，我儿子都大，在我手里都放了多少年了。那儿子多大了？俺儿子17了。才17岁就准备这个订婚成亲，这是属于未成年人啊。哎，订婚又不是结婚，房子车啥都没买呢。就17岁订婚确实是挺早的。你这个银元啊，并不是什么大将军，这块是民国时期的朝坤军阀币，在你手里边放17年了。你看这包浆，这都放出来了。虽说壁面带的包浆嘛，但是我看啊，这并不是一眼开门啊。你指望他买房买车，这有点难呐。这有啥难嘞？我都已经去北京鉴定过了，花了好几千块钱，到300万的价格了。花几千，估到300万，你这几千块钱花的有点远啊。我们玩银元讲究的是平级入盒，真币啊必须得打个盒子啊。国内的公模，国外的恩盒、皮盒，分值越高，状态越好，价格也就越高。你花几千块钱鉴定，这咋还是一块裸币啊？专家给我出的有黑字白字的证书，上面盖的还有章。你如果想看看，我回家给你拿去。你不用来回折腾了，你那个什么鉴定证书我都不用看了。我以前见别人拿出来过，纯粹啊，也就是花钱买一张纸。哎，咋可能只是一张纸嘞？他让我留在北京，说准备帮我卖了。我想说吃住费用太大，我就回来卖了。你这幸亏是没留在他们那儿，你再过一段时间，说实话，估计你得多掏几千块。我给你讲一下鉴定的套路啊。无论你的任何东西，哪怕是在地摊上几十块钱一个买的，只要过去找他们鉴定，无论真假，他们都会给你开一个鉴定证书，估价能给你估的越高越好，这样你才会开心，你才会心甘情愿的给他们这个鉴定费啊。至于能不能卖掉，说实话，他们才不管你呢。你说的这啥意思？你有什么话你就明说吧。那就拿你这个武朝来说吧，皮革 MS61分的，品相各方面应该和你这个差不多。别说300万了，现在市场价大概也就40万一大关。你开啥玩笑？我这个能和40万的比吗？我这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哎呀，你想要第二个都找不出来。那一听你说这话，这很明显啊，你这都是被他们给洗脑了。独一无二还真谈不上，因为这个武朝虽说是军阀币，但是它这个纯实量还是有的。如果你指的是它外边包浆的话，那确实一模一样的包浆币，那你很难再找出来第二个来。因为现在银元啊，币种分的比较细致，并不是说你估价300万，它就是300万的币。说实话，你这个银元细看的话，还真达不到 MS 级别。你看它这个胡须，
这个地方它都磨平了，再加上包浆，你入皮盒的话，最多也就是45分的样子呗。真币说实话也不会超过20万的价值。你看你这个人说话越说越离谱了。刚才说40万，这又估到20万。我只是给你做一个假设，做一个比喻。毕竟皮盒分值高低啊，它代表着不同的价格。因为你这个银元也没有入盒，但是我细看啊，你这个银元并不是一眼开门，因为这种军阀币啊，笔面都是全身打，而你这个吴朝，你看一下它这个戎装的细节，也就是衣服上的勋章，包括胡子，这做工太粗糙了，包浆很浮，它这个笔面压力根本就达不到真币的这个特征。银子它算是银子，算是一块这个仿品吧，我个人看的话也就几百块钱的样子。啥？你出个20万，咋一下又吐露到几百块钱呢？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。哎呀，你也别生气，我气得心脏病都快犯了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刚才你说啊，准备用这个给孩子换豪车、买房子了，这说明这个银元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花几千在北京鉴定值300万，在我这1分钱，说实话我也不给你要，我鉴定的是仿品，具体能值多少钱，不如你再多问问价，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你手里边。肯定在我手里，我再去找个有实力的买家。你啥都不懂，对，你啥都不懂。咱。俺岳父啊，办人也太不地道了。咋了？看给媳妇儿陪嫁银元啊，给了一块破银元，你看能不能值3000块钱？值不值3000？看来你这对银元不懂啊！你这是一块大清宣山，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大清，3000块钱好像也买不来啊。再说你这已经入皮盒，给的是 AU55，这状态确实不错啊！你看这两面，这都带光，而且还带成黄油彩。既然是陪嫁了银元，你也不用太在意值多少钱，你把心放到肚子了吧？这3000块钱搁哪都买不来。你也别下结论那么早。昨天我去二手手机店问了个价，别人给我估价2900，当时把我气得想摔掉。店老板拦住了，没叫我摔。我差一点2900块钱给他。我想了一夜，你看能不能卖3000多吧？哎呀，你这幸亏是2900没卖，你卖了绝对让你后悔。只能说你去的地方不对。皮盒 AU55分的大清深板龙，那得是啥的人能给你报这样的价钱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应该是一个新手，不然不会啊给你报那么便宜的价钱。他就是一个才开店嘞，大概18、19岁的样子。反正他对这个黄金的把握很挺精准的。说他们到时候也一个月挣个100、200嘞。反正你们都是同行，如果说你给的价格便宜的话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卖给他嘞。那你看正常价来说的话，一块普通的银元利润确实就80块钱，但是你这个它不是一般的，因为银元和黄金的价钱它还不一样。金价比较透明，它都有一个那个大盘价格，每天无论涨跌吧，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参考价。而我们这个玩银元啊，裸币啊，基本上都是1币1价，而像这种盒子币入盒带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了。像你岳父给你这块的话，他根本就不是那几千块钱的银元啊。你说的意思我也听不懂。我这个人啊都喜欢听价钱啊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这个银元大概能值多少钱。行吧，那我给你来估价。一般这种大清宣山啊，首先它这个发行量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好品相呢比较少，所以现在都是1币1价。即使是入盒了呀，也没有说有同样价钱的。先来看你这个板吧，看一下龙尾出云啊，这是典型的深板龙。实话实说啊，深板龙比浅板龙长得好看一点，无论是内饰还是笔面设计，都比那个浅板耐看。虽说你这个不是最贵的那个阿后点，但是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。首先笔面它这个流通痕迹几乎是不太明显，而且你这个笔面还带光，而且还带一点黄油彩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保存的时候保存的比较难，所以说这个品相特别好。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，这个大差小不差。现在我给你估价的话，能估到4万左右。这个东西管4万能值钱吗？4万吗？对。那你要这样说，我误会俺岳父了，这弄得还不得劲啊。那是嘞，一般你想想，那岳父能送给那媳妇儿当陪嫁了银元，
能给4万的话，这说明那岳父家的条件也不错。只不过是你去问的地方不对，你去那个二手手机店，他们回收这个银元啊，回收其他东西，他可能是连带或者是回收店啊，他都是回收店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也是连带的业务，对吧？那他不懂，对，价格把握的不是太精准。那你给的这个价格我很满意。我只是给你简单的给你估了一个价格，恁媳妇儿的家长你最好不要卖，对吧？你这卖了，对吧？也不太合适，你放着呗，没事。那行，哎，缺钱的时候再说吧。你要这样说，我就去缺钱时候再卖，到时候卖了回去生气，对吧？好好好。